幼年的他亲眼见证母亲遭受他人恶意殴打，弱小的他只能蜷缩在角落不停颤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奔向母亲，却发现母亲早已失去生命气息。真正让他陷入极致绝望的，并非歹徒的残暴行径，而是形同虚设的律法体系。凶手靠着一份伪造的精神疾病诊断证明，最终被轻判过失，杀人罪名仅需服刑3年零6个月。法官敲响法锤的那一刻，凶手对着他露出轻蔑的笑意，一颗复仇的幼苗已在他稚嫩的心底悄悄生根发芽。岁月流转，匆匆而过，转眼之间，12年时光悄然逝去。当年的施暴者早已刑满释放，他非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变得更加嚣张跋扈。只因大巴司机曾举报过他的违法劣迹，他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司机肆意施暴。发泄完怒火后，还扯掉车内监控摄像头，威胁全车乘客不许报警求助。做完这些恶行后，他才得意地转身离开。可他全然不知，暗处有一双冰冷的眼眸正紧紧锁定着他的一举一动。神秘人没有立刻发起攻击，只是默默跟在身后，一直走到偏僻无人的幽深小巷，这里便是为他准备的终极审判之地。전과 18번 최성수, 네가 어떻게 감옥에 안 있고 밖을 돌아다녀? 어떻게? 그거야. 법대로 했으니까 그렇지 이 새끼야! 이 可这2记沉重有力的攻击并未让对方屈服，他反而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这对神秘人来说反倒成了意外的惊喜。弯腰拾起匕首，从容佩戴在身上。崔成秀本能地向後退缩，此時的他早已惊慌失措。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悔改的可能。 他正是当年的孩童金之勇，12年的默默隐忍，此刻尽数化作凌厉的拳风，狠狠砸向这个恶徒的脸颊。他的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积压12年的怨恨与怒火。 回到家中，智勇重重瘫坐在沙发上，脸上没有半分复仇的畅快与解脱，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也让他坚定了心中的执念。那些律法无法惩戒的世间恶人，便由他亲手来执行正义的审判。大家好，非法正义第1期内容。历经10余年的刻苦拼搏，智勇终于考入心仪的首尔警校，出色的学业成绩让他深受授课老师的喜爱与器重。 이 성장 속도가 엄청나게 빨라요. 저 들어오면 바로 현장에 투입해도 되겠는데요? 알아. 너무 티내지 말고 애들 괜히 바람 들어가. 但他这般拼命努力，并非想成为守护正义的人民警察，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掌握那些恶徒的行踪信息。又到了周末时光，临近毕业的好友想在入职前尽情放松一番。 네, 나 주말에 바쁜 거 알잖아. 可智勇周末格外忙碌，一周积攒的审判任务早已排满日程。首个惩戒目标是2名街头混混，他们长期对着地下室窗户随意小便，还屡次辱骂租客是臭老鼠。男主人不堪骚扰，选择报警处理。可混混非但没受到惩处，还将男主人打成重伤。如今还整日恐吓这对孤儿寡母。就在2人再次做出龌龊行为时，一块木板突然飞来，被打断举动的混混当即发怒，挥拳反击，却被反手按住，水龙头右拳直击腹部，再接左摆拳攻击。面对智勇的迅猛攻势，2名混混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第2个目标是道貌岸然的整形医师。每逢女患者被麻醉后，他便趁机实施猥亵行为，还刻意录制相关不雅视频。事发之後，此人仅被轻判6个月监禁，甚至医师执照都未被吊销。刑满释放后，他更换地点继续作恶。面对这样的社会败类，智勇没有丝毫手下留情，为其注射过量麻醉剂后，医师瞬间失去反抗能力。智勇一脚踩碎他执刀的右手，让他永远无法再行医。 不过，智勇并非盲目执行审判，他有着自己的行事底线。对真心悔过、主动赎罪的人，他从不会出手。毕竟人无完人，谁都难免犯错。长期的惩戒行动虽未引起警方的察觉，却被资深记者崔美丽敏锐发现其中的异常之处。在旁人眼中，这些只是普通的暴力冲突事件，可他却从中嗅到了能带来巨大流量的关键线索。 허술한 법과 판결 때문에 솜방망이 처벌을 받고 풀려난 가해자들을 누군가 죗값에 맞게 응징하고 있는 거죠.
起初主编并不相信这种毫无依据的说法，但拗不过崔美丽的坚持与担保，一档名为《治安维护者》的节目就此推出。节目播出后迅速火爆全国，尤其是长期遭受欺压的普通民众都对这位神秘的治安维护者无比敬仰推崇，就连智勇身边的好友都称他是黑暗之中的独行英雄。 영웅이야 영웅 다크 영웅. 随着节目爆火，崔美丽笃定周末会有更轰动的事件发生。据她观察，所有惩戒案件都发生在周末，事实也和她的猜测完全一致。只因一名醉驾司机打乱了智勇的计划，导致这周并未出现惩戒案件。 사건이 안 터져 벌써 수요일인데 이번 주 방송 어떻게 할 거야? 비질란테 사건 케이스 없지 지금? 可崔美丽觉得是她没找到合适目标，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她决定铤而走险，制造话题。 시윤이 사건 가해자를 터뜨리면 어때요? 미쳤어? 食允案主犯郑德兴在2015年于游乐园卫生间对9岁女童食允实施侵害，40岁的他以精神鉴定异常为由，仅被判处7年监禁。更荒谬的是，韩国司法以保护人权为名将，案件用受害者的名字命名，这是无比巨大的讽刺。新闻曝光后，郑德兴居住的小区围满抗议民众，看着石块砸碎玻璃，屋内的郑德兴却毫不在意。面对混乱场面，主编担心有人会先一步除掉郑德兴，可崔美丽毫不在意，她只想让郑德兴丧命，是谁动手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 그것도 비질란테가 되는 거죠. 与此同时，智勇悄悄来到警队办公室，登录犯罪数据库。他只是想核实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当天深夜，郑德兴冒雨偷偷溜出小区，一直蹲守的崔美丽立刻驾车紧跟其后。郑德兴一路没有停歇，径直驱车驶向仁川港区域。可进入港口后，崔美丽顿时愣住，这里满是同款货运车辆。 밀항하려는 거 아닐까요? 어차피 한국에서 설계도 글렀는데. 电子脚镣在仁川港失去信号，众人都以为他要偷渡海外。可众人在码头排查2天，依旧毫无头绪。直到崔美丽翻看郑德兴的行动路线，才后知后觉发现众人都被他彻底戏耍了。 부장님, 정덕흥 밀항하려는 게 아니에요. 수흥에 있는 시윤이 집으로 빨리빨리 출발! 事实正如众人所料，此时的郑德兴已经杀害一名外卖员，并伪装成外卖员的模样。好在警方有所防备，为防意外，提前在此安排了一名执勤警员。 어디 오셨어요? 716호요. 그 밖에 수고하시는 분들이라고 주문이 와서요. 안 그러셔도 되는데. 偷袭失败的郑德兴并未放弃，快速用餐盒挡住甩棍，顺势将刀刺进警员的腹部。剧痛让刑警瞬间爆发极强体力，本想将他推下楼，却不料肩膀又中一刀，吃痛的刑警只能放弃反抗。丧心病狂的郑德兴还从怀中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强酸液体。 更危急的是，屋内的石允被门外动静吸引，开门瞬间就被郑德兴一把抓住。好在刑警拼尽最后力气，为石允争取到宝贵的逃跑机会。石允光着脚拼命朝楼下奔跑，可最终还是被郑德兴成功追上。신아, 나 때문에 내 인생 뒤졌어. 그게 무슨 소리예요? 네가 내 인생은 싸그리 망쳐버렸다고, 빨려나. 石允始终无法理解，明明自己是受害者，为何对方却说他毁了自己的人生？ 이제라도 너 죽이고, 난 깜빵 가서 남은 인생 편히 살란다, 이씨. 危急时刻，智勇如鬼魅般从消防通道冲出，猝不及防的郑德兴想拿强酸偷袭，却被智勇轻松躲开。 直到被踩在脚下，郑德兴才苦苦求饶。这般恶徒智勇怎会轻易放过？众人赶到现场时，郑德兴早已没了呼吸，墙上还留着一行鲜红的醒目字迹。 법엔 구멍이 나 있다. 선처를 받으면 안 되는 나쁜 놈들한테 상처를 안 바란다. 이제 내가 그 구멍을 메우겠다.
그 국문을 외우겠다.